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25年铁幕中破，肖战《藏海传》点燃全球，中国古装剧登陆韩国主流频道引发热潮。2025年8月，一条消息让整个亚洲的影视圈为之沸腾，由肖战主演的古装智谋大剧《藏海传》将于8月18日正式登陆韩国 SBS FILUHD 频道黄金时段播出。这不仅是韩国主流电视台时隔整整25年再次引进中国电视剧，更是自2000年《还珠格格》在韩国掀起收视狂潮之后，中国影视作品再度突破文化与市场的双重壁垒，直面韩流和新阵地的挑战。这条消息在官宣的瞬间便冲上韩国推特趋势前3，韩网各大论坛立刻出现上百个追剧打卡群，不少粉丝提前绘制手绘海报，制作专属表情包，甚至自发筹备线下观影会。韩国媒体评论称，中国剧用独特的东方美学，撕开了韩流防线。有网友直言，这不仅是一部剧的成功，更像是一次文化战略的胜利。时间回到3个月前，2025年5月18日，《藏海传》在央视8套和优酷同步首播。首播当晚，央视实时收视率峰值高达，创造了央视8套近5年来古装剧收视的新高。优酷站内热度仅用38小时便突破万点，弹幕总量超过500万条。观众在社交媒体上刷屏式留言，不敢快进，怕漏掉伏笔。开播仅4天，云和数据统计的正片有效播放市占率飙升至 33.6%， 几乎是同期其他剧集的总和。抖音上的相关话题播放量很快突破 79.1 亿次，小红书出现了46万篇解析剧中情节的笔记。从棋局隐喻到烛龙衔珠机关，观众们热衷于解读细节、考据典故。更有趣的是，《藏海传》带动了明代古籍《义律营造法式》等在电商平台的销量一周暴涨 300%， 让冷门的传统文化典籍一夜之间成为畅销书。国内热度高起的同时，《藏海传》的国际化步伐也在悄然加速。Disney 家买断了该剧的全球版权，在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步上线。开播当天，它便闯进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埃及、乌克兰、印度等15个国家的热榜前列。泰国 TrueVision 平台连续7天收视冠军，肖战更一举登顶泰国推特趋势 Top 1。越南网友用 AI 技术还原剧中的榫卯机关，马来西亚公主在小红书发帖安利，称藏海的谋略比三国更烧脑。乌克兰观众更是狂热，24小时内将剧名与主演名同时送上该国热搜 Top 5与 Top 9。有观众留言，他的眼神让我想起失业那天的自己。肖战在剧中饰演的主角藏海，是一位以智谋和营造技艺纵横朝堂的谋士。这一人物颠覆了古装剧常见的高武力值男主设定，用以弱胜强、以智取胜的形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首集佛堂对峙中，他仅凭3次抬眸，就完成了从隐忍到杀意再到悲悯的情绪切换，被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称为微表情教科书。在第12集的重返废墟老宅桥段中，肖战更是奉献了3分钟的无台词表演，瞳孔微微震颤，喉结滚动，双拳紧握到骨节泛白，生动传递出灭门之痛。这一段戏不仅在 IMDb 获得 9.7 的单集高分，在迪士尼北美区调研中，其情感共鸣指数更达到 9.3 分，满分10。好莱坞报道者评价道，他用沉默书写了一部东方史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藏海传》是肖战第一部采用同期声录制的古装剧。为了呈现精准的台词质感，他特意请了专业台词老师随组指导，每天反复打磨对白细节。首播中的哭戏更是凭借层次分明的情绪递进，
让不少观众感慨，看得出来，他已经从流量偶像真正蜕变为实力派演员。《藏海传》不仅是一部权谋剧，更像是一座东方智慧博物馆。剧中共融入了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，比如藏海在墓道中运用营造法式里的勾连搭榫卯结构设下机关，让反派自投罗网；又用皮影戏中的老虎、蜈蚣迎偶暗喻朝堂权势格局，借光影变化映射权谋博弈。这些巧思也激发了海外观众的文化共鸣。泰国网友惊讶地发现，剧中的要发木偶与泰国恐惧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越南观众则将剧中暗门机关与顺化皇城的建筑结构进行对比。美国 Variety 杂志惊叹，中国古人用天文和木工打仗。更出人意料的是，肖战在剧中所穿的同款汉服在阿里国际站被抢购一空，海外订单一周激增200%。事实上，早在 SBS 宣布引进之前，《藏海传》就在韩国网络掀起了藏海热，各大论坛出现大量竞猜贴藏海复仇成功了吗？香岸图公主的原型是谁？甚至连一向鲜少报道中国电视剧的 KBS 电视台也破例做专题新闻，评价他以智谋重构武侠美学。部分韩国网友一度将剧中汉服的交领右衽误认作韩服，引发两国网友的考据大战。但这种争议不仅没有削弱热度，反而让《藏海传》在韩国的关注度持续上升。SBS 官网的开播预约人数在首日便突破50万，远超同期韩剧。还有韩国博主开直播，现场拆解剧中飞鱼服的纹样，感叹这才是明代织锦的顶级工艺。截至目前，《藏海传》海外版权收入已突破5亿元人民币，刷新国产剧纪录。迪士尼亚太区负责人直言，播出数据证明，它不仅是中国的爆款，更是全球观众的共同选择。有趣的是，这部剧在国内外的口碑呈现出明显的反差，豆瓣评分仅 7.1 分，33万条评论中5星评价占 22.5%， 不少人批评反派降智主角光环过重。而在 IMDb 上，它的评分却高达 9.5%，80%的评分来自非华语观众。欧美剧迷着迷于风水权谋的东方叙事，乌克兰网友甚至从科学角度分析藏海雷击木蝎制造显灵的原理，东南亚观众则更关注家国大义的主题。马来西亚影评人写道，他放弃私刑，选择法律制裁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成长。导演郑晓龙坚持拒绝仙侠式打斗，而是用实景呈现东方智慧。剧组严格按照唐宫七夕奇巧图搭建平津侯府，斗拱藻井暗藏榫卯力学结构，邀请非遗传承人手工打造9宫转轮锁，齿轮咬合声与明代工艺一丝不差。最具代表性的是那场昆曲配战场的戏，柔美的长刀大弓唱腔与血腥厮杀的场面形成强烈反差，让埃及观众惊呼：中国人用戏曲打仗。郑晓龙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文化输出不是绣华服，而是让世界听到机关转动的智慧之声。如今《藏海传》不仅是2025年中国古装剧市场的年度爆款，更是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现象。它在韩国的亮相，打破了长达25年的引进空白，证明了中国古装剧在国际市场的潜力与竞争力。随着8月18日的韩国首播日临近，藏海热正在从线上热议走向更广泛的文化互动。从泰国的街头海报到乌克兰的论坛分析，从越南的 AI 机关复原到美国的专业影评，藏海传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，激起的涟漪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。对肖战来说，这不仅是一部作品的成绩单，更是一次演员生涯的重要转折。从细腻的情感刻画到沉稳的台词功底，他用藏海这个角色向世界证明，东方叙事依然可以在全球市场掀起波澜。
对中国影视行业而言，《藏海传》的成功也许只是一个开始，在文化交流的浪潮中，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被讲述。